上辈子师尊给了我和小师妹2个灵宠，一只是白色的苍龙，另一只是黑色的玄蛇。它们似乎像是对立面，一个正道，一个魔道。而师妹先选择了玄蛇，我只能选择苍龙。却没想到他们竟是一个是掉落人间的仙界神君，一个是魔界的魔君。而那位高傲的神君却看不上资质平平的我，他喜欢的是天资聪慧的师妹，却不得不待在我身边。但玄蛇竟然也看不上天玄门资质最好的师妹。师妹看着我选的苍龙竟然是仙界高贵的神君，对我心生妒忌，引诱我来到悬崖，然后把我推了下去。我眼疾手快的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一起掉下悬崖。没想到我们竟然回到了选灵宠的那天。上辈子看不上我的苍龙，这次却红着眼主动说要带我回天界。然而那只玄蛇勾着我的腰，下颌放在我的肩上，把玩我的发丝，嘴角微勾，语气懒懒。不行哦，他可是答应我要陪我一起下地狱的，是吧？我的魔妃，你说是就是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摔下悬崖后，我重生在了挑选灵宠的那天。昨日我在灵林里收了2只灵宠，你们2人挑选1只吧。师尊双手举着2只灵宠，一只通体雪白，另一只则是浑身墨色，但头上有1小只角，看起来像条龙。墨儿年纪较凤七小，那就墨儿先选吧。师尊一向偏爱师妹，要不是山门上其他弟子都有了自己的灵宠，每个人只能与1只灵宠结契，如今也轮不到我可得到这高阶灵宠。谢谢师尊。那师尊弟子就要这只雪白色的吧。林墨似乎怕是我先下手，着急的把苍龙接过手中，眼里满是得意的看着我。墨儿，我看这玄墨色的倒是不错，要不？师尊皱着眉，不满意林墨的选择。师尊也是看到玄蛇头上的犄角，认为它是只龙。师尊，我就喜欢它。林墨把苍龙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眼神视若珍宝。而我知道他这是重生了，上辈子他可是最先选择了玄蛇，还到处炫耀他的灵宠是条龙，现在却选择了苍龙。林墨把师尊拉到一旁，不知说了什么。重新回到大殿时，神色已经缓和过来。既然如此，凤七就收了这只玄蛇吧。我淡淡的点头，徒儿多谢师尊。既然林墨这么想要苍龙，那就让给他吧，毕竟他可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可没有热脸贴冷屁股的习惯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要是让玄蛇知道我重来一次没有选他的话，估计他又要生气了。生气的墨玄可是很能折腾的。我把墨玄带回我在天玄门的住处七无山，那是天玄门里的一座小山头。他懒懒地缠绕在我的腕上，时不时地开眼看我一眼，然后又睡下。灵宠形态的墨玄很是可爱，我用手指点了点他的头。他似乎因为我吵到他睡觉恼了，对我作乱的手指咬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只是痒痒的。他松开我的手指，然后哼了一声，蹭了蹭我的手腕继续睡觉。我扑哧一笑，觉得他可爱极了。我在天玄门的住处是最简陋的，因为我的资历最差。我没有进入天玄门前的记忆，脑海中我只记得师尊把我带回了天玄门。我与其他的师兄弟不同，我没有仙骨。修仙之人没有仙骨与普通人毫无二样，没有灵力无论修炼多久都不会得到。而师妹天生就拥有仙骨，是天玄门中实力最强的。但不知为何师尊却把我留在天玄门。虽然这七无山有些简陋，但并不是没有好处。比如有一大片林子和一条从山顶上流下来的小溪，倒是别有一番清静雅致。上辈子我带着苍龙来到此处，苍龙似乎看不上，倒是墨玄却经常到此处最高大的梧桐树上晒太阳。到了七无山，墨玄像是有反应似的睁开眼，然后目光放在那棵梧桐树上。他松开缠绕在我腕上的身子，想爬到树上。我趁他没有离开时捉住了他。他回过头，用葡萄般黑的透亮的眼睛不解地看着我，似乎在问为什么要阻止他。先结灵气，再让你走。我同他轻声解释，主人需要与灵宠结成灵气，才可向他们输送灵气，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快速修炼。虽然没有仙骨，我却有一条充沛的灵脉，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师尊。因为拥有这条灵脉，
上辈子我才得以让苍龙很快修炼成人。而莫玄上辈子没有跟林墨结气，导致他缺少灵气，总是病恹恹的。林墨也没有管他，像是放弃了他，倒是见他总是嫉妒地看着我的苍龙。莫玄经常来七无山上晒太阳，我见他太过虚弱，就也偷偷拿着我的灵气供养着他。虽然没有节气主人的灵气这么有用，但聊胜于无。普通人的灵气只够供养一只灵宠，而我拥有灵脉，所以可以不费力地供养2个。我划破指尖，在莫玄的额上滴了一滴血。莫玄的额上出现一片红色凤凰花瓣的印记，我的腕上也出现了一条小蛇的印记，上辈子这处是一条龙的印记，莫玄很不喜欢，经常在那龙的印记上留下他的齿印。小玄蛇看着我腕上出现和他一样的印记，似乎很是喜欢，往那儿蹭了蹭。我笑着给这条粘人的小蛇输了一些灵气，就把它放到树上晒太阳，然后就进屋给它收拾小窝了。别看它小小的一只，实际可娇气了。这个我上辈子深有体会。我拿着上好的棉花做成一个小窝，还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晾晒，让它充满阳光的味道。我摸着暖洋洋的小窝，心想这下莫玄应该会喜欢。在我连续几晚从被窝里揪出这条小黑蛇时，我终于忍无可忍地把它扔到它的窝里。这条小黑蛇我给它做的窝不睡，倒是每晚都会钻进我的被窝里，然后在我胸前作乱，惹得我脸红心跳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每当我把它揪出来，它就用它圆瞪瞪的眼睛无辜地看着我。每晚如此，我看它不是小黑蛇，根本就是一只小黄蛇。12师兄和13师兄来到了我的七无山，2位师兄是在天玄门对我最好的，当然他们的实力和我不相上下，只不过他们有我没有的仙骨。我们3人被其他师兄妹们戏称为废物3人组。师妹，这就是你新收的灵宠吗？13师兄靠近我，看着趴在我肩上的莫玄问道。莫玄看到13师兄靠近我些，突然嘶了一声，露出尖牙，把13师兄吓了一跳，猛地一退。我不好意思地朝13师兄笑了笑。是的，师兄。然后敲了敲莫玄的头，警告他不得无礼。他冷哼一声，转过头不理我。这条小醋蛇真是什么醋都吃。13师兄不在意的挠挠头，倒是挺凶的。对了，师妹，过几日就是试炼大赛了，你准备如何了？12师兄说出了来此的目的。试炼大赛是天玄门弟子和他们的灵宠参加的一项1年1度的比赛，也是天玄门考验弟子修炼如何的比赛。上辈子因为他与苍龙结气，实力变强，每每在大赛中夺魁。而莫玄没有与林墨结气，林墨没有灵宠就不得参赛。听林墨小师妹说，他对这次的比赛势在必得。12师兄一脸羡慕。门中其他弟子知道林墨得了一只苍龙做灵宠，无不羡慕，经常听林墨说起他的灵宠多么厉害，让很多参赛弟子忌惮。我笑了笑，师兄别担心，莫玄也是很厉害的。我知道苍龙很厉害，毕竟是天界下凡的神君，但是我的小蛇也不是吃素的。趴在我肩膀上假寐的小蛇听到我夸他，也骄傲地点头认可我的话。12师兄看着我们一人一蛇，清澈的眼里充满信心，面上满是怀疑。果真，12师兄和13师兄半信半疑地离开了七无山。我用指尖点了点莫玄的头，唬他：这次炼狱大赛你要好好努力，知道了吗？莫玄温顺地用他的信子舔了一下我的手心，表示知道。几日后，炼狱大赛如约召开。天玄门前集聚了很多弟子，不只是天玄门的弟子，其他宗门的弟子也来参加。感谢各位道友今日能来我天玄门参加今年的炼狱大赛。师尊用传声令将声音传至天玄殿门前。师尊负手站在殿堂上，神态倨傲，而小师妹林墨引人注目地站在师尊旁边，亭亭玉立。所有弟子都在殿堂下集聚，而林墨却可以与师尊站在殿堂上，可见师尊有多偏爱她。那就是天玄门最小的女弟子。是的，听说她天生就拥有常人没有的仙骨。看到她肩上的灵宠没有？那可是高阶灵宠上古苍龙。2位外门弟子在殿堂下看着上面的林墨嘀嘀咕咕，说着又看向他们自己的灵宠，一脸愁苦。估计这次比赛会是他胜出。
不过我好像听说还有一位天玄门的女弟子也收了一只高阶灵宠，会不会可以与林墨一较高下？不会，我听说另一只只是个玄蛇，怎么能与苍龙相比呢？不是，你拉我干嘛？其中一个外门弟子扯了扯正在说话的那个弟子的袖子，然后向他挤眉弄眼。原来是他发现了一直在他们俩身后偷听的我。刚才还在说话的人转过身来，我环抱着剑朝他笑了笑。他顿时闭声，眼里满是尴尬。不是，我长得有那么凶神恶煞吗？怎么吓得脸色苍白的？我忍不住轻啧一声，我好歹也是一个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大美女，好不好？不过他们两个说的悄悄话倒是不太悄悄啊，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们的位置离殿堂并不远，殿堂上站在师尊旁边的林墨自然也是听到了他们所说的话。林墨勾着唇，正轻蔑地看着我。1个多月不见，他肩上的苍龙倒是变化了不少，头上的犄角也长了出来。上辈子我给他输了1年的灵力，他的头也才刚刚露出尖角。不得不说，林墨身上的仙骨是个好东西。我抬起手，看着缠绕在我手腕上的墨旋，他的头上也有小角，但是不明显。仔细看，上面还有光滑的切面，倒像是被人一刀切断了。我轻轻地摩擦他的断角，不敢想他以前到底经历了些什么。上辈子认识他，他就是一只高傲还带着些病娇的小蛇，变化了人形。他才告诉我他是魔界的尊主，在一场仙魔大战中受伤落入人间，变成了灵宠。他说要带我回魔界做他的魔妃，但是我却被林墨推下了悬崖。不知一向带着病态的眼神看我，撵我的墨旋在知道我死后会有多疯狂。一想到他又变成孑然一人，我的心就忍不住抽痛起来。墨旋像是察觉到我的心情变化，他蹭了蹭我，是在安慰我。这么乖顺的墨旋上辈子倒是少见，上辈子的墨旋总是一言不合就要打打杀杀，吵到他与我亲密了，杀；吵到他晒太阳了，杀。当然他只是嘴上说说，最后都被我一巴掌给打了回去。杀杀杀！你以为你是杀人狂魔吗？炼狱大赛是分成3组，在这3组中，由每一个胜出的弟子和灵宠进入秘境中进行最后一轮考核。本以为我和墨旋应该要花好些功夫才能晋级，没想到试炼场上那些对手的灵宠一看到墨旋就瑟瑟发抖，不肯向前应战。他们的主人气急败坏地把他们推向前，他们又害怕得跑回来。我呆滞地看着他们，墨旋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期间还打了几次哈欠。最后不到1刻钟，我们这组就分出了胜负。啊，这就赢了？还是躺赢的？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上辈子我和苍龙还是花费了点时间和精力才得以胜出的。我愣在原地，手随意地被师叔举起宣布，本场试炼凤七胜出。场下的同门师兄弟也不敢相信会是我胜出，怎么会是凤七师妹胜出？她不过是一个没有仙骨凡人而已。是啊，莫不是师叔看错了？试炼场是由一个个阵法构成的，外面的弟子看不到里面的对决。不会的，师叔可是当了好多年的判官，不可能看错。那为何凤七师妹胜出的时长比天资聪慧的林墨小师妹少这么多？其他弟子也不相信这个结果，在下面肆意讨论。哎，怎么说话的？我们凤七师妹怎么就不能胜出了？13师兄冲出来反驳那些弟子。就是，你们输了就输了，别在那阴阳怪气，真是输不起。12师兄也帮着回击。那些弟子自知理亏，羞愧地红着脸，不敢反驳。哇，师妹，那日我以为你是脑子坏了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晋级了。13师兄一脸兴奋地跑到我们面前。我看这下谁还敢说我们是废物3人组？12师兄也兴奋地说。我无语住了，那日我那么诚恳地说我会赢，他们2个竟然是在认为我脑子坏了。但是看着他们2位师兄是真的替我高兴，我的心也变得暖暖的。良久，另外2组的胜出者也出来了。不出意外的是林墨，另外一位是天玄门的大师兄。在我和林墨没有参加炼狱大赛前，历年的胜出者都是大师兄。林墨出来看到我是胜出者，眼里也是不可思议。怎么会是你胜出？不可能，
明明我才是拥有苍龙的人。他看了一下不知何时爬到我头上的小黑蛇。林默以为上辈子我的胜出是因为拥有苍龙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玄蛇是魔界的尊主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我把头上的小黑蛇拉了下来，然后捏了一下它的尾巴。怎么，师妹这是在质疑我？我脸色一沉，装作生气的样子。当然不是了，我只是在为师姐高兴而已。师姐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？你说是吧，大师兄？林默一脸委屈地拉着大师兄的胳膊，语气十分委屈娇弱，一副惹人怜爱的样子。呸！一股绿茶味都要溢出来了。大师兄看着自己疼爱的小师妹被我误会，感到十分心疼。凤七师妹，默儿只是在替你感到高兴，你作为她的师姐，怎能如此恶毒呢？大师兄正义凛然地为林默讨公道。我咧个嘴笑，我说什么了就被说恶毒了。我一脸吃屎的表情看着面前的一对莫名其妙的男女，我上辈子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大师兄这么有当舔狗的潜质呢？默儿，我们走，别理他。大师兄心疼地搂着林默离开，留下我和12师兄和13师兄面面相觑，表情如出一辙的难看。大师兄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12师兄翻了个白眼，无语道。他没有想到他一向敬爱的大师兄竟然会是这个样子。很好，我心里舒服了。原来12师兄的毒舌是不分人的。林默走后，跟在他旁边的突然苍龙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正在亲密地逗着小黑蛇玩，他眼里带着令人看不懂的深意。我抬头不小心撞上了他那双眼睛，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距离进入秘境比赛的日子还有几天，这几天莫玄又生气了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原因是那日我在炼狱场上胜出，原先那些看不起我的师兄弟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七无山，他们想来向我讨教胜出的秘籍。这能有什么秘籍？只能说是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就是躺赢的，但我不可能和他们说的，所以就乱扯一通。莫玄看着每天都有男弟子向我围来，我还乐呵呵地和他们说话，就生气了，竟然连我的抱抱举高高都哄不好。这个小蛇脾气越发见长，跟上辈子换成人形后的他一模一样。现在都不理我了，我也生气了，谁爱哄谁哄。几日后，天玄门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林默契约的灵宠苍龙修炼成人形了，他竟然是天界的神君静渊下凡。师尊现在恨不得把他给供起来，连尊座都让给静渊做了。现在的林默好不神气，那些弟子都在恭维他未来一定是静渊的仙侣。可怜的是大师兄，喜欢他这么多年，最后没有一个回响。所以说，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12师兄这么会说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些天我一直在七无山，没有下去过，主要是不想看见静渊，虽然他不一定有上辈子的记忆。这些都是12师兄告诉我的。我看了窗外梧桐树上还在生气的莫玄，他现在还是一条蛇的形态，丝毫没有变成人形的样子。没想到1日后，竟然会有贵客来到我七无山做客。那人身着一身白衣，风姿卓越，宛如谪仙降临，面容也是不同凡人的俊美屹立。他站在七无山悬崖边上的梧桐树下，远望着云海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恭恭敬敬地作揖。不知静渊神君莅临我七无山所为何事？静渊回过身来看着我，就那一眼，我便知道他恢复了上辈子的记忆了。静渊看了看我，又看向七无山周围我为莫玄方便晒太阳做的爬架，心里忍不住流露出苦水。这里本是他与我生活的地方，现如今倒是处处充满了莫玄的痕迹。本君来是想带你一起回仙界的。静渊红着眼看着我，但前几日还听到他和林默浓情蜜意，如妻似交来着。我笑了，他这是得到了林默，现在又想要我了？还是他忘记上辈子对我这个领主冷眼相待，却对林默温情脉脉？呸，渣男！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。我一脸嫌弃地看着面前装深情的男人。神君既然想起来，那就是还记得上辈子您可是看不上我，而是处处庇护着小师妹之事了。还是说神君肯放弃小师妹，而选择我这个资质平平的人？不是这样的。静渊想解释什么，但是不知如何解释。凤七，跟我回仙界好不好？
我正想开口拒绝，突然一只苍白修长、骨节分明的手揽住我的腰，热气呼在我的耳朵上。我被吓得抬起头，撞进了一双暗红色的眼睛里。熟悉的气息包裹着我，让人莫名心安。莫璇勾着我的腰，下颌放在我的肩上，把玩我的发丝，嘴角微勾，语气懒懒的。不行哦，他可是答应我要陪我一起下地狱的。莫璇挑衅似的看着对面的静渊说，然后又低着头含笑的看我。是吧？我的魔妃。你说是就是吧？可是你为什么要捏着我的腰？还在我耳边带着笑意，只用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，胖了。我怒了，胖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吗？我耍小性子的想挣脱莫璇的怀抱，但他非但不松手，还加了些力气搂住我的腰，声音低沉的在我耳边响起，乖，给我点面子。他还亲了一下我的耳朵。静渊看见莫璇和我亲密的样子，一股怒火烧了起来，不可置信地指着我们，完全没有刚才那副清风霁月的样子，一副好像我背叛了他的样子。你们这是？莫璇轻笑一声，如你所见，我是他的夫君。夫君？我掐了一下他的手臂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我的动作对他不痛不痒的。静渊皱着眉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和莫璇会在一起。你们是何时勾搭在一起的？上辈子我偷偷地用灵力供养着莫璇，没有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静渊。在某一天，莫璇幻化成人形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知道我陷入爱河了。他长得真 TM 的帅，那一身痞气眼里还带着破碎感，真对我的胃口。你可知他是谁吗？静渊用手指着莫璇。谁？他可是魔君。莫璇被静渊道出身份，丝毫没有反应，甚至根本没有把静渊放在眼里。哦，静渊被我满不在乎的样子给破防了。哦，你可知这个魔君带领多少妖魔残害了仙界和人界吗？你定是被这魔种给蛊惑了。神君就不要过多干涉小女的事了。我毫不留情地打断静渊的话。静渊被我执迷不悟的样子给气走了。临走之前，莫璇还贱兮兮地说了一句，静渊神君有句话说错了，我和凤七是两情相悦，可不是神君口中的勾搭。静渊更加生气了，连带离开时的步云都有种气得冒烟的感觉。静渊离开后，我转身抱住莫璇，在他怀里蹭了蹭，替他委屈。你不生气吗？莫璇摸了摸我的脸，好笑地问，生气什么？生气他这么污蔑你，你明明没有做什么。自我认识莫璇起，倒是没有见过魔族吃过人，但他却被世人造谣弑杀。不生气。莫璇早已习惯，不在意道。不过有件事我倒是还气着。他突然又想起什么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眼神微眯，目光变得危险起来。我生气了这么多天，你怎么不来哄我？我哄了呀，谁叫你一直不理我？我委屈道。莫璇一想到我哄他的方式，瞬间被气笑了。谁教你这么哄人的？那种摸哄？我的脸被他掐着，说话有点口齿不清。我教你。说完他就朝我低下头，吻住了我的唇瓣，一瞬间我的气息就被他弄乱了。我感受到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在抵着我。莫璇施了一个法术，我们就到了我的房间里。莫璇把我压在榻上，红着眼哑声地说，那日本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一想到莫璇穿着喜服一个人在等着我，却怎么也等不到，我的鼻子忍不住地酸了起来。我伸手心疼地抱住他，默许他伸手解我的衣服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什么。莫璇的原型是蛇，那么……莫璇感受到我挣扎的动作，他咬了一下我的耳朵，我的身子瞬间瘫软下来。他像是抓到了猎物的毒蛇，准备将猎物一口吞入腹中。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到了进入秘境那天，所有人都在秘境门前站着。师尊在静渊身边点头哈腰的，脸上满是谄媚，而林默像个小娇妻似的靠在静渊身边，一脸幸福感。我和莫璇姗姗来迟，莫璇还是以灵宠的样子在我身上。师尊嫌弃地看着莫璇一眼，然后对我大声喝道，来得如此之慢，竟然让静渊神君等候多时。凤七，
为师平日教你的礼教哪去了？不是，这老头什么意思？竟敢这么看本尊？还有那静渊算什么东西？让我去杀了他们？莫玄与我在脑海中传话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安抚他。师尊不要怪师姐，师姐只是向来性格乖张了些，她不是故意的。林默故意装作善解人意地道，让师尊对我越发生气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惯着他们。我记得时间并未到，按师尊这么说，师尊为何不子时来？这样不更显得对静渊神君的尊敬吗？师尊没有想到我会公然反驳他，顿时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。他刚想怒骂我一顿，静渊就把他拦下了。他还是那样高高在上，语气清冷地说：“无妨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”是，神君。师尊听此压下怒火，然后施法打开秘境。静渊抬脚往秘境里走去，林默紧跟其后。神君，等等我呀！林默语气加得像是吃了一整罐蜜，腻得慌。我们一行人往秘境里走去，氛围确实有些尴尬。我原是想和莫玄单独行动，可谁知静渊一直跟着我们，林默跟着静渊，大师兄又像是个护花使者似的守着林默。大师兄对林默嘘寒问暖，林默又对静渊一副崇拜的模样，而静渊总是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烦死了，那个静渊怎么总是偷偷看你？是当本尊不存在吗？莫玄咬牙切齿地说。本次考核的内容是拿到秘境中的星核，秘境里的魔兽是幻象，但还是有一定的攻击性。每当魔兽一出现，静渊就迅速地把它们消灭了。我和莫玄就跟在他们身后躺平。每当消灭一只魔兽，莫玄的脸色就差一分，虽然那些魔兽都是假的。我知道让他看着自己的子民被消灭，内心是不好受的，但是他愿意为了我进入这秘境。这路上，林默也是不断作妖。比如他刚才看见静渊护了我一下，然后就嫉妒的不成样子。在休息的时候突然倒在地，流着泪看着我：“师姐，你为何推我？你是在嫉妒我有神君助攻吗？”大师兄看见林默倒在地，连忙把他扶起来，对我吼道：“凤七师妹，你何要推小师妹？”而静渊也是飞奔过去护着他。林默像是找到靠山似的，柔弱的抱着静渊，抽噎道：“神君不要怪师姐，我知道师姐只是在嫉妒我而已。”我真的是服了，这女人怎么整天不要不要的。静渊听完，眼里看我带着些许怒气：“凤七，本君答应带你回仙界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伤害莫。这女人没事吧？你离她8000里远，怎么碰她？”莫玄无语道：“还有那个什么神君，谁愿意跟他去什么破仙界啊？竟在那胡说八道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”我对着这对男女翻了个白眼，还有那个大师兄。师妹，我的手没有这么长，意思是我不是长臂猿，离他几丈远，碰不到他，更推不了他。还有静渊神君，我记得我早已说过，我不会和您回仙界的，您倒不如多多关心一下小师妹。林默在听到静渊说要带我回仙界，看我的眼里早就附上了嫉妒和阴狠。经我提醒，静渊低头看向他怀里的林默，而林默在他看向他时，眼里的阴狠早就换上了委屈。就在我们几人僵持着时，突然不远处的山洞里传来一阵吼声，让人听着好不悲惨。一大片蝙蝠被声音吓到，争先恐后地从山洞里飞出来。莫玄听到吼叫声后，身上散发着冷气。我抿了抿唇，紧握着手上的剑，和莫玄往里面走去。林默和静渊还有大师兄见状也跟着我们进入山洞，里面的景象让我们骨寒毛竖。昏暗的山洞里有一个十分大的笼子，上面设有阵法，笼身上布满雷电，电笼内装满了魔兽，那些不是幻象，而是真正的魔兽。魔兽们发狂似的想挣脱牢笼，却被笼子上的雷电给击退。那个场面十分触目惊心，其中有一只魔兽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发光，看那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星核？大师兄一脸兴奋地指着发光的魔兽，只要我们把它杀了，就能拿到星核了。大师兄向那只魔兽一剑劈去，阵法只能困住妖兽，对人没有作用。静渊也准备动手，打算把笼中的魔兽给消灭掉。只是大师兄还没有靠近牢笼，就被一股力量给打了回来。
原本在我身上的小蛇不知何时变成人形，出现在牢笼面前。莫玄把大师兄震出几丈远，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莫玄穿着一身玄衣，一阵妖风吹起，衣角翻飞。莫玄生得极好，眉眼精致，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，他的唇却红润的不正常，身形看似清瘦，实则有力，那两道如同雨压般的睫毛微颤着，遮住了他眼底的情绪。他的眼睛逐渐变得鲜红，我知道这是他要发怒的前兆。林默看着如此好看的莫玄，眼里闪过一瞬的痴迷。莫玄如同看死物般的盯着大师兄和静渊，身后的魔兽看到莫玄，像是看到了主人，对他温顺的嗷叫。大师兄看着突然出现的莫玄，感受到了他身上弥漫的魔气，被吓得趴在地上连连后退，指着他：你是魔？我提步向前去牵住莫玄因为生气微微颤抖的手，他也在我握住他的那一刻紧紧地回握我。凤七师姐，你竟然敢私通魔族，师尊不会放过你的。林默突然像是抓住我的把柄似的，激动地指着我：神君，你快把他们都杀了！林默拉着静渊的衣袖，红着眼让他都杀了我们。静渊似乎想继续100年前的仙魔大战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施舍道：凤七，若是你现在回到我身边，我便不计前嫌，否则别怪我没有手下留情了。莫玄嗤笑一声，本尊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莫玄一抬手，静渊就感觉有一股力压在他身后，莫玄每说一个字，他身上的威力就多加1分，迫使他那绷得笔直的脊背弯了下去。之后莫玄挥袖，大师兄连带林默一起被甩出山洞外，躺在地上连连哀叫。莫玄把笼子上的阵法给破了，那些魔兽争先恐后的跑出来，然后集聚在我和莫玄的周围。莫玄施法做出一个传送阵，把那些魔兽送回了魔界，有一只魔兽却迟迟不肯走，是那只体内有心河的魔兽，它靠近莫玄，用悲凄的鸣叫声在诉说着他的委屈。莫玄听完，脸色变得更加差了，骨节捏得嘎吱作响。突然，轰隆的雷声响起，一道道雷电劈向秘境，秘境竟然被雷给劈裂了，里面的景象和外面相融起来。本尊忍你们人族和仙族很久了。一道鬼力般阴沉的声音响彻整个天玄门，令人听得不寒而栗。怎么回事？清晨，也就是我的师尊，看着境外原是晴空万里的天气，突然变得黑蒙蒙的，乌云笼罩的地方还有红光散出，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魔气。师尊好像是电台那里传来的魔气。清晨身边的一名弟子感受到了电台那边的魔气，不一会儿，清晨就遇见来到了电台，看见所有弟子都集聚在电台上。莫玄抱着我坐在尊座上，俯瞰着下面的人，旁边站着的是那只不肯离去的魔兽。孽徒，你竟敢勾结魔族！清晨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骂着我，亏我还把你收留在天玄门教养，你就是这样报答天玄门的吗？我直接飞向台下的清晨，提着剑指着他，我凌人的剑气直逼着他后退，他抬手想抵挡住我，却不敌我。清晨一只脚跪在我面前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强。收留我？我冷笑一声，眼里充满杀意。难道不是因为我身上的仙骨吗？师尊，师尊这2字，我是咬着牙说出口的。你怎知？清晨震惊地看着我，此时他终于发现了躺在一旁他最疼爱的小徒弟。刚才在秘境中因为墨尘引来的天雷，我记起了我所有的记忆。我乃仙界神女，凤凰之女凤七，自我诞生以来就与苍龙神君静渊定下婚约。在天界300年，我却从未见过静渊。听其他仙兵仙将说静渊神君要带兵攻打魔界，我因好奇就偷偷跟了去，却不小心进入了魔界的领土，被魔兵们抓住，送到了魔殿上。哪来的小鸟迷路了，飞到我魔界来？莫玄坐在魔殿的最高处，扶着汗看着我，眼里充满戏谑。呸！你才是鸟呢！你全族都是鸟。本公主可是凤凰。凤凰？本公主可是仙界尊贵的凤凰，竟然被这魔说成鸟，真是气煞我也。不过那魔倒是生得极好，在仙界我也从未见过如此俊美的人，尤其是那双暗红色的眼睛，
只不过一眼就把我看得脸红心跳。你这小鸟嘴倒是厉害，不如留下来陪本尊解解闷。我反抗了，但是反抗无效，我就这样被留在了魔界里。之后我与墨玄互生情愫，我也看见与仙族人口中满地都是鲜血尸骸的魔界不同的魔界。魔界是自由的、热闹的，不同于仙界的严肃冷清。那些魔族人性情豪爽，喜欢围在一起唱歌跳舞，却从不随意提刀杀人。他们也会当着我和墨玄的面打趣我们，没有太多的尊卑之分。我得知墨玄并不想打仗，就想与他上战场平息战事，可我印象里站在正义那方的仙界却不肯罢休，还想因此灭掉魔界。魔族生来就受到天道的不公，他们化成人形需要修炼千年，甚至要有更加严峻的条件，可仙族却轻而易举地可以得到天道的偏爱。他们一向高高在上，称魔族人是只会杀戮的牲畜，不应该存活在这世间，利用保护人族的借口对魔族发起战争。在那一刻，我在怀疑，到底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？我在战场上受伤后掉落天玄门山底下，清晨发现了我身上的仙骨，便把它抽了出来，然后给了林墨。但他发现只要我一离开仙骨很远，仙骨就会慢慢消散，他只能抹除我的记忆，然后把我留在了天玄门。我平静地看着清晨，然后用恢复的灵力给了他一记掌风，然后冷眼看向周围的师兄弟们。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好师尊，他把我的仙骨给了林墨，他的亲生女儿。天玄门的弟子一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，顾不得害怕，顿时唏嘘不已。怎么回事？小师妹竟然是师尊的女儿？是啊，不过师尊不是修炼的无情道吗？为何会有子嗣？听说一旦破了修炼之道，就无法修炼成仙，那为何师尊的修炼之道即将成功呢？清晨此时也听到了弟子们的议论，脸上毫无血色。是啊，师尊为何可以修炼到如此地步呢？我低着头故意问道。突然清晨手中画剑向我刺来，但是被墨玄一挥袖给击倒在地。偷袭可不是你们这种名门正派应该有的手段哦。墨玄语气充满讥讽。随后他放出一个虚木，上面印出人像。虚木上，清晨把偷溜到人间的魔兽给抓了，可是那些魔兽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他把虚弱的魔兽给杀了，取出晶核，利用禁术来给自己吸收修炼，再把强悍一些的魔兽炼成灵宠供他们修炼。其中一只被杀害的小魔兽就是墨玄身边站着的魔兽的孩子。他们把难以炼化的魔兽关押在秘境里，加以酷刑驯服。越看到后面，清晨的脸色越发苍白。其他弟子也没有想到，他们敬爱的师尊如此残暴，竟然还修炼了禁术。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清晨趴在地上竭力怒喊，但没有人相信他。去吧！墨玄向旁边那只魔兽招了招手，魔兽往台下的清晨冲去，张开尖牙撕咬。师尊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我没错，我这是在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？真好笑，一句替天行道就想掩盖自己想得到升仙的私欲。静渊神君教教我。清晨苦苦哀求着静渊，但静渊在刚才就已经怔愣到现在。可惜下一秒，清晨就被魔兽吞入腹中。从秘境回到殿台后，我就恢复了记忆。林墨看着我提剑向他走来，连连后爬。你要做什么？大师兄挡到他面前，张开双臂护着他。我直接踢了一脚给大师兄，把他踢到一旁。做什么？不过是要拿回我的仙骨罢了。林墨突然发疯似的尖叫，想利用灵力把我击退，却不曾想一向法力最强的他，现在却怎么也使不出来了。这仙骨是我的，安在他身上多年，他就以为可以用来对付我了，真是好笑。林墨不让我靠近，对静渊七声喊着：“这是我的仙骨，我的！神君救我！神君救我！”静渊见状出手，挡在林墨面前，将我拦下。同时，墨玄也出手将他定在原地，顺便嘲讽他：“蠢货，重来一次！没想到眼睛还是这么瞎。”墨玄把静渊拦下，我顺利地从林墨的身子里抽出仙骨，放入我的身体里。林墨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晕了过去。仙骨回到我身体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力量，
是我体内的灵脉也感受到了仙骨的归位，瞬间涌出大股灵力。这下静渊神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墨渊一脸玩味地看着静渊。静渊看到仙骨竟然顺利地回到我身上，此时也是满脸错愕，他不知该说什么。他知道他错了，从上辈子一开始接近林墨他就错了。天玄门看到他们的师尊被魔兽吞入腹中后，群龙无首地站在原地恐慌。墨玄对天玄门的弟子不紧不慢地喊道：“你们应该庆幸凤七为你们求饶，不然你们的后果就和你们的师尊一样。现在你们解开灵气，如若不从，死。”虽然有些人固然可恨，但是也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，比如12师兄和13师兄，他们从未做过什么坏事。那些弟子一听要被杀，就马不停蹄地解开他们与灵宠的灵气，解开灵气的灵宠恢复了原先的灵智，由墨玄把他们送回魔界。我小声地在墨玄的耳边问：“我也要解吗？”墨玄掐着我的腰，手温柔地摩搓着我腕上那个小蛇的印记，嘴上却是恶狠狠地威胁道：“你敢！”了结后，静渊看着和墨玄靠在一起的我，眼里满是愧疚。凤七，对不起我。我抬手打断他：“静渊神君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想说的是，你把拥有仙骨的林墨认错成了我，对我一切的好错给了他，上辈子是，这辈子也是。”静渊越听感到越羞愧。神君认的只是仙骨，而不是凤七，而墨玄从此之中都只认我这个人，无论重来多少次。可他只不过是只玄蛇，也配妄想和凤凰在一起。而本君乃是上古苍龙，是注定要和你在一起的。更何况仙界长老们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墨玄听到静渊的自信发言，也是气笑了。本尊不屑得到你们仙界的同意，静渊神君不如回去问问你们的仙界君主，本尊为何会成为玄蛇。我想起了墨玄灵宠形态时他头上的断角，便忍不住心疼。神龙若无了角，便与蛟蛇别无二样。神君，我是不会回仙界的，我早已是魔界的人。神君要是实在愧疚于我，那便让仙界的人永不得跨进魔界半步吧。我和墨玄携手离开天玄门，不再理会静渊。不过墨玄那家伙还故意摇了摇我们紧握着的手给静渊看。静渊，夺笋啊这魔！我和墨玄回到了魔界，静渊也回到仙界，下令与魔界休战。在休战期间，仙族任何人不得踏入魔界半步。林墨醒来后疯了，天玄门的人把他赶下山。他在山下到处与他人说自己是拥有仙骨的人，是天玄门掌门的爱女，是仙界静渊神君的仙侣。但没有人理会他，只当他得了癔症。回到魔界后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魔界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，但是有一条规矩破不得，那就是不能惹魔君不快。如果犯了，就被拉到诛魔台接受惩罚。我不怕死地，故意凑到那位传闻中凶神恶煞的魔君跟前问：“那如果是我惹了你不开心呢？比如我刚刚偷看了个帅哥。”那位凶神恶煞的魔君放下手中已经看了一天婚宴宾客名单，然后一把把我抱到他的腿上，不知羞地拍了一下我的屁股。那就把你拉到榻上，让你哭个够。我一想到那日在器物山的疯狂，我就双腿控制不住的一软。算了，惹不起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